拿着。抓住了精髓，还挺像。也挺像。这个最像。这满脸横肉的家伙是谁啊？哪个王八蛋画的？芷云，小声些，不要暴露行迹。我这还用装吗？这谁？你问问他们，你问问他们。你就是赤云，兄弟们，抓住他们！人呢？人呢？在那边！老沈，你赤云啊，你又拖累我们了。这个图他都能认出来我啊！都说了，就你那张最像。哎呦！这是葫芦鸡、炒三鲜、锅仔鱼、紫阳蒸盆子、温拌鸭丝。各位老板，菜已上齐，慢用啊！韩狐狸，你这哪是被通缉的样子？你这分明就是享受来了。我确实是。这是什么？从靖州到三秦，美食众多，要先做好笔记，才不会遗漏。若是错过美食，可是要抱憾终身的。你还真做了一份美食地图，我帮你尝尝。这是什么？好好吃。这个叫做蜜汁咕噜，以面粉、鸡蛋调制，勾以蜜汁，外脆里酥，甜香兼具，是三秦之地风行的小吃。但是你点了这么多，吃得完吗？不多，这还不多？那边更多。商汁肉、莲菜炒肉、蒸盆子。客官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店内所有的菜品都已经上齐，你慢用。点这么多，吃得完？您吃好，下次再来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客官几位，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让开！听说一雀阴阳，现在的跟班都在这个客栈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好不容易能吃顿饭，都别吃啊！我回来吃。这天上云驰云，谁要上前揍？住手！哎，池云说要给他留着，他会认为是你吃的。沈狼魂啊，沈狼魂！如此佳肴，阁下不满意吗？我吃的不多，却每道菜都想吃。感想如何？这些菜都很好，我却不明白好在哪儿。单就这道葫芦鸡，以全鸡为料，小火慢炖半个时辰，盐、糖、葱姜、冰糖、酱油调味，再将花椒、桂皮、八角、丁香、香叶等佐料填于其中，炖出香味，再下锅油炸。单就这一道菜，就会花费超过1个时辰来烹饪，阁下却食之无味。做这么一道菜，要花费那么长时间和精力，值得吗？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若无追求，
生有何欢呢？艺伎若无追求，死有何惧？阁下是个聪明人。若循此理，人若得到自己想要追求的，那也就该死而无悔。或许吧。假若追到尽头，才发现那是一处悬崖，或者终不可得。那就不撞南墙，不回头。我羡慕公子有想追求的东西，也羡慕公子有那么长时间去追求。看来美食不是我要追求的。阁下如何称呼？鬼牡丹。在下糖狐狸，你吃了我的蜜汁咕噜！此处不宜久留，追兵只会更多，先撤。后会有期。请糖狐狸公子。幸会。进而言之，人如果做了所有该做的事，还找不到想做的事，结账。客官，还剩这么多菜，太可惜了吧？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？客官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小的哪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？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挣钱，挣很多很多的钱，就是小的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。这些够你赚一辈子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小的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！多谢客官赏赐，多谢客官赏赐。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吗？没有了，有了这些金子，小的一辈子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了。你觉得可疑啊？既然觉得可疑，为什么不直接试试？他身上没有杀气。该来的麻烦就让他来吧，不用特别理会。唐某也不在了。一辈子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，那也不用活了。小公，你快下来呀！小公，小公，都说成这样了，肯定会。小公，小公。
进来。为什么要自作主张？我不想再看尊主受苦。我何时说过我受苦了？尊主，就算尊主生气，我要说，尊主用自身血脉炼制千古阵，为了对付唐离子，不值得。唐离子不值得尊主这么做。你在教我做事？尊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尊主这么对小红，就不担心她由爱生恨？有事说事。班主来了，他在牡丹池等你。你别一直顺着他。能从手里溜走的东西，才会让人伸手去捞。我的事不要你管。我正是胭脂残船破军东，门檐重关休思中。亲家萤火姗姗来迟。班主怕是忘了，我不爱听戏，不如有事直言。既然亲家有奴之言，那奴就直说了。我不妨碍你报仇，但你不能拿风流殿来当游戏。唐丽慈身边那个姑娘去了中原剑会，她知道风流殿的据点位置吗？剑王城的据点不过是可以割除的冗赘，无伤大雅。那是花了3年才建立起来的水路通道。唐丽慈死后还有无数个3年。你很为难吗？我看上了你重现星轨9星丸的本事。你让风流殿壮大，我以风流殿帮你报仇，这是互利。你要报仇，我不管你，但是忽视风流殿的利益。呆，孤王岂肯容你？猫玩老鼠，也有玩腻的时候。我有分寸。既然尊主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给尊主一个消息，我在3清见到唐丽慈，她正往西去。你猜她要去哪儿？指向明显，碧落宫。不过我好奇的是，班主遇到唐丽慈却没有动手。那是尊主的玩具，在下不敢僭越，还请尊主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
尊主，通知东西公主，追上唐丽慈。是。尊主，小红知错了。我们走吧。钟春季，上次在燕县没有捉拿唐丽慈归案，你就搬出诸多理由搪塞，而这一次，你竟然堂而皇之干下勾结匪徒、私纵罪犯的恶事，你，哎，钟春季。你到底有没有把中原剑会放在眼里？归根结底，燕县一事就不该纵容。要是他一开始就把唐丽慈捉拿回剑会，这剑王城如何会被搅成这般模样？虽无人伤亡，可这城毁的代价，你钟春季问问自己，是否能够担当得起？枉你还是善丰堂堂主，我早就说过，这女人成不了大事。蒲剑主，你什么态度？剑王城真正的匪徒，分明就是于气凤。剑王城一案疑点重重，公审前一夜，于气凤还设下圈套，想嫁祸唐公子杀人。此事普朱先生也可作证，你大可把他请过来，如同对我一般质询。你为了查找邪丸的线索，唐公子不惜与剑王城对立，收集剑王城过往账本。我等查账期间，不仅有恶徒毁坏账本，还意图杀掉无辜之人灭口。还有，你说我要为剑王城城毁之事负责，但城毁之时，我在救护疏散百姓，而你们又在哪里？你可以质询我在剑王城的所作所为，晚辈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。你作为堂堂剑主，竟能说出如此狭隘偏颇之话，世人会以为我们中原剑会是什么地方？蒲剑主，你又何时把中原剑会放在过眼里？钟春季，成儿，少剑主，受蒋某直言，众目睽睽，接见了那唐丽慈金铜额印。他说唐丽慈无辜，那就更应该带唐丽慈归案陈明，而不是私纵人犯。若将唐公子带回，岂不是正中风流殿的下怀？这是权宜之计。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论断。你一个晚辈，难道会比众剑主更英明不成？这天下间的正义，难道比的是谁辈分大，谁权力高，谁拥趸多，谁就代表正义吗？钟春季，来历不入流便罢，你现在是连规矩也不懂了吗？蒋剑主，说是就说是嘛，难道连你也开始不懂规矩，要越俎代庖，开始替少剑主教训徒弟了吗？文博不敢，可少剑主，您是知道的，如今天下百姓都殷殷期盼剑会能够捉拿疑犯，查明真相，而钟春季身为善丰堂堂主，却屡屡失职，还出言不逊，若不处置，恐难堵天下悠悠之口啊！蒋剑主所言甚是，我早已认为，钟春季已不是任善丰堂堂主一职，应该另立贤能，造福剑会，否则放任这种害群之马胡作非为，剑会迟早人人效仿。责令钟春季即刻卸去善丰堂堂主一职，以剑会普通弟子身份戴罪立功。我不服！
你还有脸不服？师父常教我，要我做对的事，可我分明做了对的事，为何却还要被责难、被处罚、被这群师叔们欺负？纯儿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不服。众建主主意已定，回去收拾东西，搬离善丰堂堂主房间。是，徒儿告退。什么态度？当了个善丰堂堂主就了不起了吗？为了一个外人唐立慈，竟然和我们来辩驳，我早就说过，下九流出身更是短浅。别抢！我还有我馒头，如果我们要是说我，万一被人找上门了呢？怕啥呀？这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他们还让我们吐出来不成？对呀，就是，你还是快吃吧。下次啊，还要靠你去引开老板呢。我不想再吃了，冷先生很疼。你得看看我们这帮兄弟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们吃什么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看，他们在那边，快追！人都跑了！跑了！全是他知道，全是他干的，没关系。小兔崽子，挺着跑啊你！我看你上哪跑！你跑出来了？为什么出卖我？为什么？你一个外地来的，给你点吃的就不错了。你知足吧你？说得对，你知足吧，知足吧。从小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：一个没有家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是外人。人心会分远近亲疏，共安乐易，而共患难难。我以为剑慧与外面不同，可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想做好一个女侠，却因出身饱受诟病？为什么我行好事却屡屡受挫，甚至无辜受难，而他们却高入云端？看来有人还在生气啊！我没做错事。师傅之前在万化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跟你说要做对的事，但没说做了之后不用付出代价。做好事还要付出代价，这什么道理吗？难道做错事、做坏事就不用付出代价吗？做好事啊，就算要付出代价，那也能心安理得嘛。所以，当好人才难嘛。哎呀，咱们中原剑会啊，自是力求正义，但人嘛，多半都是有私心的。剑会沉疴难御，众剑主固然在一方各具实力，
但想要真正的凝聚人心、众志成城，怕是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与雷霆手段。师傅这是何意？好了，别气了，这只是一时的。哎，师傅啊，教你一招我最厉害的功夫，拿去。这是铁筷子啊？对呀，扔它，用力点。这摔呀，去。扔就扔，我怕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心情好很多了？再摔，再用力点。嘿呀，怎么样？感觉舒服些了吧？这呀，就是师傅最厉害的摔筷子大法。下次生气想摔东西的时候，就摔铁筷子。一来呢摔不坏，二来声音大，摔得响呢，人家就知道你在生气了，就不敢来招惹你了。你看你，摔这些花瓶瓷器的，哟，损了钱财多不值当，要是伤了手啊，那就更不值当了。这花瓶不错，送给我了啊。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我全部都要带走。哎，小气。好了，那你继续收拾东西，师傅走了啊，慢慢收拾，别忘了铁筷子。昨天说的新功法，也行，还行，但是我不懂。阿水姑娘，阿水姑娘，谷大哥，少剑主让我带你前去安顿。这边，这里便是我们山峰堂弟子的居所了。平时白天没什么人，大家都去练剑去了。那边往前面走，就是你暂时住的地方。如果你平时有什么需要，可以找我。谷师兄。找不到我，要找他们也是一样的。多谢谷大哥。若不是你和钟姑娘帮忙，我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别这么说，唐公子临走前可好好嘱咐过我，让我照顾你。我这也只是举手之劳。唐公子，唐狐狸，真不带阿水姑娘走？与钟姑娘回中原见会，对她来说是更好的选择。方才我的话说得重了些，不过，我希望你记住，你的体质，千万不要对他人提起，不要让自己陷入没有必要的危险当中。唐公子要去哪儿？照顾好自己，不用挂念。阿水姑娘，我没事。那我带你去你的房间。小石，别玩了，该吃饭了。别对你这破石头了，我跟你说话听到没有啊？别！谷师兄，你刚刚是想欺负小石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把饭放这儿，小石想吃的时候他自己会吃的。是。你的名字是叫小石吗？
阿水姑娘，小石他不与人说话。半年前，黎州有个小门派的门主，连同弟子突然发狂，屠戮了附近一整个村庄。少剑主亲自前往调查，在村中破屋里发现了缩在角落里的小石。想必他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才会变成这样。现在看来，当时应该是风流殿在作乱，在那里散播新鬼酒新丸。少剑主真是宅心仁厚。小石到了剑会之后，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，每天都像这样，不停地对着石头，所以我们便叫他小石。他能搬动这么大的石头？小石的力气比普通孩子大很多，但性格你也看到了。小石。小石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他跟唐公子有些像呢？阿谁姑娘，你说笑呢？唐公子英俊潇洒，又能言善辩的，小石可是连话都不会讲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种直觉。阿谁姑娘，我先带你去你的住所吧。嗯。你们两个，累死老子了，还吃东西，真当看戏了。我出手呢，非死即残。我是伤患。你伤势怎么样了？死不了，不过出手嘛，能免则免。就叫我干活呗。你本来就是我的护卫。你就算是头牛，它耕田也得喘口气儿啊。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波了，咱再这么招摇下去，一路打过去那也不是办法呀。全天下都在找，躲在哪儿都一样。这些普通武林人士还好，但是咱这样一直被拖着，风流殿迟早追上来。尤其是那刘野，还有那个什么你说的西方桃。一桃三色西方桃。他很强，内力深厚，不过这都不算什么。他很会等待时机。他刺中我腹部那一招，几乎断绝经脉，是条伪装得很好的蛇。风流殿不会给你喘息之机。像唐某这样的儿，值得他们倾巢出动。谁知道你糖葫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是按着你那地图走吗？来，王家，这好久不见，这次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。是。又有人追来了，先离开吧。阿谁姑娘，请用茶。找邵某有事吗？剑王城已安，阿谁从头到尾都跟着。唐公子确实为了查新鬼酒新丸的真相，才受人陷害。你可有证据？唐公子和钟姑娘查到了剑王城的账本，小女子记下了当中的可疑之处，请少剑主过目。账本不是被烧毁了吗？虽然那些有线索的账本都已遭到了焚毁，但小女子还记得当时查到的可疑地点，便整理默记了下来，都在这本子上。你记性很好啊！此事已有人去行动。阿谁姑娘，可否陪邵某走走？
阿水姑娘，此话可能有些冒昧，但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既然是豪府血案的幸存者，那为何要跟着一个疑似凶手之人？虽然他与那一个黑衣琵琶客很像，但我见到他以后有种直觉，他不是那个人。唐公子不仅找出真凶，还愿意收留我。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，阿石觉得他不想当个坏人。不是说他是一个好人，而是说他不想当一个坏人。这话说的挺有趣的。你就不愿他将你卷入危险之中吗？他让一个原本应该将他视为仇人的人，不仅不怨恨他，还愿意为他涉险，这不更能证明唐公子能让人相信吗？邵某想麻烦一下阿水姑娘。现在追来的这批人功法诡谲，应是风流殿。终于来了，感情你是故意在这等他们。待会儿再说。石云，你在这儿吗？石云，还放信号，真是不念旧情。看来，白姑娘并不希望和你有关系。那她也是我老婆。学着尊重别人。我哪不尊重她了？白素车参见东公主、西公主。唐丽四人呢？我跟踪到了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失去了踪迹。看来唐公子不善于隐匿逃亡。那你抓个锤子行，你这是打草惊蛇。栾翠，你可不能打女人出气啊！你是我的手下，这点事都办不明白，下次交代你的事儿再办不好，我便撕了你！是。前往碧罗宫的路只有西南两条，咱们走南路，总能截住唐丽慈。那西路呢？那里没人能走。哼，走。擦着很快就好了。多谢西公主。都是姑娘，互相照应吧。属下不敢。他刚才还敢打我，敢打白姑娘，别让我逮到了，逮到我揍死他！放心吧，内人，你们一定会再见的。下次连本带利。哪来的鸽子啊？我们这是在跑路，你在跟谁起线？普珠先生。
洛先生，从码头的船只上搜出50箱鞋丸。接着是京南畔，我先行一步，你们跟上。是。现在你们俩关系都这么好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一直在查沿路的风流店据点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睡着的时候，我请沈兄去帮我查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故意暴露行踪的原因就是这个？阿谁到了剑会，定会说出我们查到的线索，剑会也一定会据此盘查风流店的据点，暴露行迹，吸引风流店主力，便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剑会伤亡。沈兄再帮我沿途探查风流店其余据点，能为剑会多拔出一些风流店势力。还有一点，是吗？太快去碧落宫没有意义。真去碧落宫了？看来碧落宫的名声如雷贯耳啊！那可是最神秘的地方，比13楼还神秘。没人去过碧落宫，或者说，没有人能活着从碧落宫出来。大家都知道它坐落于西北之地，却不知道它具体的位置。接着，有人去过，而且还活着回来了。有人去过，而且还活着回来了。谁？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为何去过碧落宫啊？偷东西。你去碧落宫偷东西？偷什么了？棺材。你偷棺材干嘛？我自己要用啊。你偷的棺材在哪儿？你告诉我呀！你死了，我可以埋你去。想要前往碧落宫，只有西南2条路。南路有追兵，不会让我们好受的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走西路不就好了？西路走不通。为什么？骸骨沙漠。谭狐狸，不是说西边没有路吗？我们为什么还往这边走？碧落宫崖峰下有一处暗窟，可以直通碧落宫的太霄殿，而这条路只有我知晓怎么走。为什么风流殿的人会知道你的最终目的是碧落宫？阁下如何称呼？鬼牡丹。后会有期。妾汤狐狸公子。你对碧落宫有多少了解？略有耳闻。公主复姓婉玉，行事低调，但出手绝无落空，脑力手腕都堪称卓绝，很是神秘。沈兄呢？13楼的消息要比这些详尽些许。碧落宫本在洛水，与中原武林素无往来。婉玉一族乃是前朝皇室之下的第一家族，山天文之地理，其杨树更是天下独步，深受前朝重用，世传国师，传承200余载，恩遇之隆，古今未有。前朝国师不是一阙阴阳吗？30年前，时任国师婉玉莫如向前朝皇帝举荐了一名天赋异禀的青年，说这人有治世之才，能使国泰民安。这位青年自称一阙阴阳，不仅武功高强，能言善道，还善于幻术，蛊惑人心。前朝皇帝对他言听计从，不到1年时间就对他特别赏识。可谁知后来一阙阴阳获得信任之后，诬陷举荐他的婉玉莫如谋反，不仅取代其国师之位，还倒行逆施，向前朝皇帝鼓吹追求长生之道。他还收养了许多孩童，私下训练成自己的党羽信徒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阙阴阳众多罪行当中
最微不足道的一件。他成为国师之后，权力更甚，散播邪丸，滥杀无辜，排除异己，还四处收集财宝，造4根登天柱，以血肉浇灌，开销之巨，荼毒之深，使天下大乱。一阙阴阳造登天柱这件事，我倒是知道，但在我看来，那不就是普通的青铜柱子吗？或许他真的想登天。登天干嘛？跟神仙聊天啊？有可能哦。所以婉玉莫如就心灰意冷，就离开了江南，在这里重建了碧落宫。我发现，有时候你还挺聪明的。我发现你大多时候都挺欠揍的。由于举荐一阙阴阳的罪名，碧落宫再也不涉足江湖，也就成了这武林当中最神秘的组织。等一下，一阙阴阳和碧落宫有仇？那你被冤枉与一阙阴阳有关，你还偷了碧落宫的东西，你现在过去不是找死啊？池云啊，你就没有想过，或许我真的是一阙阴阳？就算是，你也不会是那个祸乱天下的一阙阴阳。况且，我觉得你那个金铜额印还蛮帅的。所以你到底做这根手杖干嘛？我受伤了，想要穿过骸骨沙漠，需要一根拐杖助力。你千挑万选让我去砍了这棵树，还花了半天时间，就为了这根拐棍儿，你还给它雕花。普通的树枝，怎么配得上我万窍斋主的身份？吃饭，饿了。这碧小珠还真好用。那当然。是如沐春风的味道。是。这就是班主居住的飘零梅园。别跑啊！别追了，班主就在前面。新玩具，很多人都养宠物，说它就像自己家人一样，可以抚慰人心。我想试试，想知道这样的感觉。宠物很好，你把感情寄托给它，它就不会伤害你，所以它很安全，很适合怕受伤的人。看来这句话并不全对。班主有给他起名字吗？没有起名，那就只是喂养，你跟他没有关系。你说的对。应该给他取个名字。小红参见班主，今日来见班主，是想向班主借一个人。你是来找哪个人帮忙的？我知道巧艺乾坤就住在这儿，前吉普排名第2的建造师、机关师、演术师。这飘零梅院还有秀玉牡丹楼，都是他所建。你知道。也不一定请得动他，他就在后面，只是他的性格有些古怪，我命令不了他。
小红，你留在这。遵命。